兄弟们看清楚啊，一斤35块。江毅这个黑心老板开着20辆活鱼水箱冷链车回来，想割咱们全村的韭菜。江毅，去年台风前石斑鱼涨到50，你今天拿35块来收，是觉得我们青湾村人都傻？黑心商人，专坑熟人，滚出青湾村！台风马上来了，到时候港口一封，冷库全满，车也没有，死鱼白送都没人要。这份合同不是我求你们发财，是我给你们留的最后一条活路。听见没？他还吓唬咱们。江毅，你是气象局长还是港口老板？3天后你们会拉着这些石斑鱼来求我，到时候倒贴钱我也不会收1斤。老板，台风改道了，72小时后可能正面登陆长海湾。如果港口封仓，咱们这批货就完了。通知车队，20辆冷链车全部启动。去哪儿？青湾村。活石斑全程需要海水增养、恒温暂养，现在去收网箱里的鱼还要承担巨大损耗风险，成本太高了。3年前台风后的港口，成堆的死鱼。3年前我就是输在等价格。台风天最值钱的不是石斑鱼，是时间。今天装车1斤35块，村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签合同给定金，剩下装车结清。小江，你说台风要来是真的？红色预警已经出了，一旦封港，冷链断了，台风暴雨淡水冲进养殖区，鱼极易应激死亡，只能死在网箱里。35块是保底价，风险我担。35块打发叫花子呢。去年台风前石斑鱼炒到50，今年凭什么卖35？今年台风强度不一样，港口随时可能封。哼，少拿台风吓唬人！你这么急着收货，只能说明你缺货，他缺，咱们就更不能卖。明天40，后天50，谁今天35块钱，谁就是傻子。对，去年确实50，35太亏了。哼，江毅定向赚差价。周满朝话别说太满。哼，主任，你怕你卖，反正我不卖。小江叔信你，我家那点货35就35。老根叔明天少赚几万，你可别哭。兄弟们看见没？20辆车来，连2辆都装不满。江毅还收吗？青湾村不卖，我去沙尾村。沙尾村那破地方的鱼也有人要，穷村配低价，刚好。录下来，江老板被咱们青湾村赶走，灰溜溜去沙尾村收垃圾。3日后别来求我。老板，他们太过分了，真去沙尾村吗？去。梁守义那个村长出了名的认死理。认死理好，这个时候认死理的人比会算账的人值钱。老板，这地方真能满车吗？青湾村有好水域，沙尾村有好村长。江老板，台风要来了，活体石斑鱼35块1斤。今天签，今天给定金，连夜装车。真是现金，35块比平时高啊！今天签了，明天行情涨到40，你还是35收吗？是。那要是跌到15块呢？我也35收。你不反悔，白纸黑字，谁反悔谁赔。村长，要不等等，青湾村都没卖。刚才周满朝说去年涨到50。沙尾村全村签。通知所有人今晚不睡了。近海鱼排怕巨浪破损，浅水鱼先拉，深水鱼等退潮。能上活鱼车的1斤都别留。江老板带车来了，35块保底，包损耗包运输，35块保底。村长签了。老板，这也太顺了。我们沙尾村穷，是因为没车没冷库，不是因为没脑子。钱摆在这儿，风险写在纸上，再不签就是不识好歹。明天要是价格涨了，全村人都会骂你。我是村长，不是带他们赌钱的庄家。
部点数，签字确认，别乱。快点，风起来了，别心疼小的，能卖就是钱。绳子断了就换，别停。大伙儿等着看吧，明天40，后天50。敬周满朝歌识破黑心老板。周满朝，台风路径又近了，要不咱们出一部分？哼，主任越有台风越涨价，你不懂就别添乱。江毅都急成那样了，说明他缺货，咱们不急。老板，涨了。哈哈哈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40块。昨天江毅35块想骗我们的活鱼，被我当场识破。沙尾村那帮傻子现在肯定哭死了。老板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沙尾村他们装了多少？15辆，深水区还没拉完，估计货比咱们想的多，剩下车不够。去沙尾村。今天40了。那咱们不是少卖5块？继续装车。昨天签合同的时候我问清楚了，涨到40也是35，掉到15块也是35。你们要现在反悔？可以，等台风把近海鱼排网腔全砸破损，你们自己去海里捞钱。沙尾村穷，但不能说话不算数。装车。不是72小时吗？陈总，接到通知，明晚8点全面封仓，所有冷链车必须提前进场，晚1分钟系统锁死。李晓，联系全省冷链调度。老板，临时调车运费至少翻倍。那就翻。可这样这单利润就没了。利润没了还能赚，信誉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都听见没有？港口明晚8点关门，全村上滩。今天谁偷懒，明天谁家的鱼就死海里。40只是开始，明天50。周满超哥，台风提前了，提前才好，货越少价越高。今晚摆席庆祝40块。老板，20辆活鱼冷链车全满了，临时调来的10辆也快到了。快，先轻重再装车，老人孩子往后退，绳子别松。到了，所有车辆装满，立刻回厂，不等人。300吨活鱼，1斤不少。尾款进场后结清。活鱼上车啦！兄弟们，昨天40，今天必须50。江毅去沙尾村收垃圾，咱们青湾村坐等发财。哟，老根叔35块卖了后不后悔？不后悔。明天我们数钱的时候，你可别躲家里哭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就在江毅厂门口。听说他昨晚去沙尾村装货，今天看看他是不是空车回来。江毅，沙尾村那破地方够你装几车呀？别不是20辆车空着跑一夜吧？把车挪开。哈哈哈哈！听见没？他急了。江老板别装了，现在50块1斤，我先卖你1车活石斑救急。你挡着我的车队了。哈哈哈！兄弟们笑死了，他说他的车队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江老板，30车300吨，沙尾村1斤不少。开门。所有车辆进1号车间。从现在起，工厂只处理合同货，不接外部散货。等等，沙尾村的鱼也配进你的厂？我们青湾村的石斑鱼才是极品。哼，货好有什么用？人不守信，车再多也轮不到你。2手1，你35块卖全村的鱼，等着后悔吧。今天50，明天还能更高。我家尾款到账了。我家尾款也到了，我家4万6，我家3万2。钱到账比什么都实在。江毅，你别得意，你迟早还得求我。不会了，从现在起，恒通加工厂不收青湾村1斤散货。你敢？你们的破鱼白送我都不要。江毅，你！周满朝哥，咱们的鱼盘还在海里。回村！
老板，港口明晚8点封仓，按现在速度刚好压线。1号线不停，2号线加人，所有活体检测报告同步上传海关系统。老板，外面雨太大，路上已经积水。安排押运车开路。是。动作快，能捞多少捞多少。喂，周满朝哥，王老板电话打不通。老王，我手里有200吨极品石斑鱼，50块给你。你疯了吗？港口马上封，冷库全满，车也没有，别说50，白送我都没地方放。40也行。听不懂人话吗？现在不是价格问题，是没车没库没柜。周满朝，你不是说他们会排队来求咱们吗？王老板不收，还有批发市场，装车去市里。老板，最后一批检测过了，距离封仓还有50分钟。出发。周满朝哥，这雨是淡水，鱼会不会死啊？闭嘴，卖出去就活了。还有10分钟，没过境的冷链车一律进行。横通最后一批30个大柜放行。28、29、30。陈总，你们是封仓前最后一批。北美订单已进仓。赶上了。开门，收石斑鱼，极品长海石斑。周满朝哥，鱼张口了。周满朝，现在怎么办？等天亮。等天亮他们就死了。我说等就等。周满朝哥，这批废了，这味儿不对啊！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晚上就这样了？闭嘴！不就几车货吗？这是10几户人家的货呀！我说了，真正的大头还在海里。周满朝哥，又咋了？涨了！长海湾石斑鱼50块1斤。哇，50块鱼！看见没有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哈哈哈，这点死就死了，咱们村海里的笼子还没全拉完。可台风刚过，海水混了淡水，路也不通。50块，你还和我说路？回村儿，把海里的货全拉上来。今天谁动作慢，谁就少挣1辆车。对，回村儿，海里还有50块不能丢。看见没有？货还在，还在50块，还在，发财了！兄弟们，50块，看见没有？江毅35块想收，被我们识破。现在咱们青湾村直接翻盘。50块，青湾村赢了。沙尾村35块卖亏死了。周满朝，别拍了，鱼放网箱几个小时了，太阳这么晒，不进冷库不行。哼，你懂个屁！现在全省缺货，老板们会自己开车来拉。那也得先打冰，先净化。昨天泡了淡水，今天又暴晒，万一检测不过呢？哼，以前卖散货谁检测？现在不一样了，市里大商超都要净化证明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江毅吓唬你，50块摆在这儿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看见没？买家来了。钱老板来的正好，100多吨活石斑，50块现款。你拿这玩意儿卖50？上面水箱缺氧憋死的，底下还有活的。
台风天泡了大量淡水，又高温暴晒，没有遇冷，没有净化，这批货细菌肯定超标。市场价明明50，哼，50是标准货，不是垃圾货。那你挑好的40，白送我都不要。装了你们的货，我车厢都得消杀。30、25也行。下午之前处理不掉，这些东西就只能送垃圾场。满超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找江毅。昨天他已经说不收青湾村散货了。他是商人，50块的行情，35块给他，他能不动心？可这些货，挑，把没抽的挑出来。江毅，开门，35块，货给你。恒通只收合同货，现在外面50，我35给你，你转手就赚。50是标准货，你这批是高风险散货。你少装，你就是故意报复。周满朝，第一天我带着合同和现金去青湾村，是你们不要。现在你们的货没有遇冷，没有净化，没有检测，我的工厂不会为了你的烂货冒险。35块不行，25块，15块，1斤我都不要。把车倒过来。倒过来干什么？卸，全卸在他门口，我看他今天还怎么做生意。满超，这不好吧？这鱼臭成这样，到人家厂门口要出事的。不到，那就烂在你家里，你自己选。老板，要不要叫保安？是环保执法大队吗？恒通出口加工厂口有人准备非法倾倒腐败水产品，车牌、视频、现场监控都有。这里是食品级出口厂区，一旦污染生产环境，我会同步报警，按破坏生产经营处理。我们马上到。江毅，你真要这么绝？是你先准备把烂鱼往我门口倒的。非法倾泻高危腐败水产，1吨罚款5000起；污染食品级厂区，清污停产，检测损失另算。咱们这几车多少吨？少说几十吨。50吨就是25万起。要是腐败脏水进了厂区排水沟，赔偿另算。我不倒了。这罚款我赔不起，谁带倒谁倒。一群废物！王老板，你肯收了是不是？可以做低级鱼粉饲料，多少钱2块1斤。 ？35块到2块，2块也行啊，满超哥，总比烂手里强。赶紧卖，多少也是钱，再拖下去真完了。行，2块就2块，我们现在送过去。等等，不用送了。什么意思？刚接到行业通知，今天中午12点以后，台风后未净化水产全部停收，饲料厂也不接了。王老板，通融一下，就晚5分钟。不是我不通融，系统关了，谁收谁担责。2块都没人要了。不是没人要，是你们错过了所有时间。是江毅搞鬼，肯定是他让人不收我们的货。周满朝，外贸船已经离港，海关系统锁单。市监局刚发台风后防疫通知，未经过净化检测的水产禁止流入市场。那我们这些货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条路，无害化处理厂。处理厂，我们自己的货还要当垃圾处理？对，100多吨腐烂水产清运、消杀处理，加起来至少30万。要是你们私自倾倒进海里，罚款只会更高。30万，我家货没卖出去，还要倒贴钱。满超哥，你不能走，是你让我们等50的。是你说老板会排队来求，是你让我们别签江毅合同。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，钱摆在你们面前，是你们自己不签。满超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说错什么了？你们不就是想多赚？现在亏了，全赖我。那你呢？你家那么多货，你就一点后路没留？他溜了！什么？
老王，你胡说什么？第一天晚上，姜老板刚走，他就偷偷把自己家深海鱼盘1/3的活鱼按35块卖给镇上的散贩子了。你让我们死等50，你自己35先跑了。满超哥，你不是说35块谁卖谁傻吗？给我！我亲眼看见他老婆烧账本，要不是我抢得快，证据全没了。满朝，你真卖了？是，我卖了，怎么了？你让我们死等50，自己先35套现。我家200亩海田，投了几百万，我留后路，难道等着全家喝西北风？那我们的后路呢？你在那直播里骂谁卖谁傻，你让我们烧合同，你说老板会求着买，我逼你们了吗？江毅的钱就摆在桌上，合同就在你们面前，是你们自己嫌35块少，你们不就是想等50吗？现在赌输了，凭什么全赖我？你拿我们当垫背！打死我也没钱，我剩下的货也烂了，30万处理费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小江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早就知道会封港，知道50块没人能卖出去，对不对？我知道风险，所以第一天我带着车、合同和现金去了青湾村。那你为什么不说清楚？你是大老板，你懂港口，懂冷链，懂那些破规矩。我们就是养鱼的，我们懂什么？乡亲们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做生意咱们总得讲究个契约精神吧？姜老板，你们大企业有能力，就帮大家伙一把嘛。是啊，多少收一点吧，哪怕便宜点。你们看，兄弟们看清楚啊！1斤35块，江毅这个黑心老板想割咱们全村的韭菜，谁今天35卖，谁就是傻子！滚出青湾村！怪我没说清楚。第一天我有没有说过台风要来，港口可能会封？说过。有没有带20辆冷链车？带了。有没有带300万现款？带了。合同上有没有写涨调风险我承担？我有没有提醒货会烂在岸上？提醒过。路我给过，钱我给过，合同我也给过，是你们自己嫌35块少，是你们自己相信50块，也是你们自己把活路烧成了灰。完了，小江，是我们错了。不，你们不是错了，你们只是输了。如果今天真的卖到50块，你们会在村里摆酒，会继续骂我是黑心商人。你们现在后悔，不是因为守信重要，是因为不守信的代价落在你们自己头上了。带着你们的垃圾去处理厂，别再堵我的门。137吨内脏腐败的石斑鱼，清运、消杀、处理，加起来32万6。30多万！你们可以不处理，但私自倒进海里，环保罚款更高，污染了养殖区还要追刑责。满超，这钱你出。凭什么我出？就凭你让我们等50，就凭你自己偷偷卖了1/3，就凭你拿全村给你垫背。我没钱，我也亏了。你没钱，那账册上35卖出去的钱呢？今天这32万6你不出，谁也别想走。好，我给。我先出10万，剩下你们自己凑。10万？你害全村死鱼亏了几百万，指望10万平息？哼，我害的，你们不贪会听我的。要打出去打，别堵门，钱不到，车不能进，各家按吨数分摊。我家贷款还没还完啊！孩子学费怎么办？按合同35块1斤，定金已扣，尾款今天结清。5万8，小江真一分不少。合同上怎么写就怎么结。幸亏签了，要是当时听周满涛的，我家就完了。你们不是幸亏，你们是自己做了选择。是我们自己选的。姜老板，我们村想问问，尾款到账了，能不能请你去吃顿饭？梁村长，你们刚熬过台风，不先睡一觉？睡什么？全村人现在精神得很。
我们村穷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敢在灾前把钱落袋。这几户以后也别回青湾村受气了，要是愿意，来我们沙尾村一起干。先别说这个，这次沙尾村能准时交货，说明你们守约，也能组织。姜老板，你的意思是，恒通准备在沙尾村建一个标准净化车间，建在我们村儿？对，你们10户，以后货可以送到沙尾村净化，按出口标准统一收。小姜，你还愿意收我们的货？你们签了合同，也守了合同，恒通买的不只是石斑鱼，也是信用。谢谢姜老板。起来，这是你们自己挣来的。35块的活路被我们自己烧了。梁村长，今天你站中间。姜老板，你才是老板，你站。这是沙尾村挣来的。以前我们沙尾村的石斑鱼没人看得上，现在不是没人看得上，是排队等货。未来5年，恒通包收沙尾村标准活鱼，保底45，随行就市。保底45？真的假的？以后再也不用看散贩子的脸色了。只要按标准暂养净化，按合同交货，钱现结。都听见没有？以后谁敢偷懒，谁敢掺假，谁就是砸咱全村饭碗。听见了。根叔，今天你们的货也进车间。半年前我还被人骂傻子，傻不傻，看今天。20块。王老板，青湾村的鱼你以前抢着要，20块连成本都不够。哼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大客户都要净化证明，你们青湾村有吗？我这可是刚捞上来的活鱼啊！活是活，检测谁做，细菌谁担。我收你这散货，执照还要不要？25，给25块行不行？根叔，今天的 A 级活石斑到了。根叔，今天什么价？出口活鱼带水价47块。47块，这是我半年前做梦都想等的价。现在老根叔轻轻松松拿到了，而我连25块都求不来。根叔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帮我说句话，把我这几筐也带去净化。满超，我帮不了，你就跟江毅说一声，我少赚点给他抽成。没用，恒通收的是合同货，不是人情货。周满超，你别为难人家。现在谁不知道青湾村半年前烧合同、堵厂门、倒烂货？你们村的散货行业群里都挂过名。挂名？你们之前烧合同的视频、工厂门口堵门的视频、臭鱼清运的视频都发酵了。现在圈子内对你们的评价是高风险失信产区，谨慎合作。20，爱卖不卖。去恒通，哪怕把这张老脸丢干净，也得求江毅给青湾村求最后一条活路。老板，青湾村主任来了，在楼下站了2个小时。让他上来。小姜，不，姜老板，坐。全村人都签了，我们愿意按恒通标准整改，也愿意签长期合同，保底不用给35，30块就行，不25也行。现在想签了？半年前是我们糊涂，我们被周满朝带偏了。烧合同的时候，只有周满朝一个人烧吗？堵我厂门的时候，只有周满朝一个人堵吗？往我厂门口倒烂货的时候，也只有周满朝一个人倒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对不起你，这次我也是替大家给你赔罪，希望你能帮帮大家。可青湾村还有老人孩子，全村几百亩养殖户都完了。这是新订单，北美5年独家供过，每年8000吨活石斑。8000吨，那青湾村能供？我们水域比沙尾村好，只要你愿意投车间。这份合同里有一条供应商信用背调，
啥意思？所有合作社养殖户都要提交信用记录，出现过恶意违约、公开毁约或非法倾倒食品安全风险的，不能进入供应链。不能通融吗？你觉得外国客户会为了青湾村的散鱼拿自己的超市货架冒险？那我们改个名字，用新合作社名义供活鱼呢？行业群里的死鱼污染视频、环保局的处罚记录、报警备案全都在，换个名字也过不了审。所以不是我不肯帮，是你们半年亲手把自己写进了失信名单。就没有一点办法了？青湾村先自己建小型暂养水循环鱼池，连续2年通过市监收检，不掺假、不毁约、不闹事。2年后，我可以让沙尾村代净化你们一部分货。2年，村里撑不到2年。小江，半年前你带着合同回村的时候，我要是再硬一点，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是我没护住青湾村。不是你没护住，是青湾村自己没有护住自己的信用。老板，2年后你真的会给他们机会吗？会，信用可以重建，但不是靠求来的，是靠一次次守出来的。2年，江毅说青湾村的石斑鱼想重新进外贸冷链，先自己建净化池，连续2年抽检合格，不掺假、不毁约、不闹事。2年谁等得起？沙尾村现在1斤45，我们25都没人要。主任，你没求他吗？求了，我在恒通楼下站了2个小时，脸都不要了。可人家问我烧合同的时候是不是全村都在，拦冷链车的时候是不是全村都在，到那烂货的时候是不是全村都在。半年前，江毅带来合同，那时候车在村口，钱在桌上，路在眼前，是我们自己没有按呐。当时不签冷链车合同，是他带的头。你往我身上推，你说了多少遍了？你们自己也想等50？是我们贪，可你一边让我们贪，一边自己偷偷35卖自己的货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退出青湾村养殖合作社。凭什么？凭你带头造谣、隐瞒交易，害全村被行业群挂名。同意。我也同意。这种人不走，谁还敢开冷链车来收咱的货？你也同意？满超哥，这次我不跟着你了。好啊。标签贴正，净化时间没到的不准出池。谁敢偷懒，我第一个扣他钱。梁村长现在比海关还严，严点好，咱好不容易有今天，不能砸了。老板，北美订单第2批也准备好了。发车。江总，青湾村真没机会了吗？根叔，你还在替他们说话？我没替他们说话，我就是觉得谁都可能犯错，只是代价得让他们自己还。我给了2年，也够了。真想改，2年不算长；不想改，给20年也没用。青湾村信用重建公约：第一，所有养殖户统一登记，不得私自毁约；第二，活鱼必须进净化池检测；第三，任何人造谣、赌场、非法倾倒，全村除名，绝不姑息。半年前，我发视频骂江毅黑心，现在我道歉。35不是坑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把活路烧了。后悔，但后悔没用。以后青湾村想重新卖出去，只能从头守规矩。第1批20筐，能卖了吗？存活和细菌指标过了，但只能按普通净化货走。那能卖到45块吗？老根叔不是卖过45？人家是恒通 A 级出口活石斑，你们这批只是刚过检测。那能进恒通的主供应链吗？现在还不行，合格率只有60%多，品质稳定性不够。也就是说，还是差得远。差得远也比以前强，至少这次单子是真的，货也是真的。
别总想着一步回到45，先把下一批做好。老板，他们真开始按规矩来了。第一批暂养合格率62%，要回复吗？继续观察。老板，你还记得半年前那份合同吗？哪份？青湾村烧掉的那份。那时候他们笑得那么大声，好像烧掉的真的只是一张纸。合同当然只是一张纸，但那张纸后面是车，是钱，是港口，是别人愿意相信你的机会。现在他们想重新签，反而没人敢信了。合同烂了可以重签，货烂了可以重养，可信用烧成灰，就不是一句后悔可以补回来的。那还要他们等多久？看他们能守多久。希望这一次，他们别再把路烧了。